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Pony 聊天时间。大家好，我是麦麦。我是小夏。最近天气真的变冷了，冬天到了呀。对，我早上起床的时候，真的不想离开被窝，太冷了。对，我也是，每天早上闹钟响了，我都在想再睡5分钟。冬天最难的就是起床，起床真的太难了。对，尤其是被窝里暖暖的，外面冷冷的。我们有一个词叫赖床，就是早上醒了不想起来。对，赖床我超会的。比如妈妈喊我起床，我就说再睡一会儿，那就是在赖床。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每天都赖床，冬天真的让人变懒。小夏，你觉得冬天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？我最喜欢冬天吃火锅，你呢？我也是，冬天吃火锅太幸福了。外面冷冷的，屋子里热气腾腾。热气腾腾这个词，我觉得很有画面感，就是有很多白白的热气，对吧？对，热气腾腾就是形容有很多热气，看起来很暖和。比如热汤、火锅、包子都可以说热气腾腾。那冬天最适合吃的就是火锅或汤了。还有，我特别喜欢喝热巧克力。我也喜欢喝热饮，比如热牛奶、热茶、热咖啡。热饮就是热的饮料。对，冬天喝热饮，感觉整个人都暖起来了。其实冬天除了吃的，我还很喜欢穿的部分。冬天可以穿厚厚的衣服，围巾、大衣、帽子都派上用场。对，我最喜欢戴毛线帽，那种软软的，很可爱。我喜欢围围巾。围巾这个词大家可能知道，就是冬天围在脖子上，让脖子不冷的东西。对，还有手套，有些地方冬天特别冷，不戴手套，手都冻红了。哈哈，说到冻，我们可以学几个相关的词，比如冷是温度低，冻比冷还要严重。像手冻僵了，意思是手太冷都不能动。对，僵就是硬硬的，比如我的手冻僵了，就是手冷的都动不了。那还有一个常听到的词，暖和，意思是不冷，很舒服。比如今天比昨天暖和一点，就是温度高了一点。对，还有一个词是保暖，比如衣服很厚，可以说这件衣服很保暖，意思是穿上之后不容易冷。你解释得很好，保暖就是让身体保持温暖。我还想说冬天的风，风一吹，脸都疼。对，尤其是北方的冬天，风特别大，我们叫冷风或者寒风。寒就是冷的意思，不过是书面一点的说法。我记得小时候妈妈总说，天冷，别感冒。对，感冒其实就是因为天气太冷，生病了，会咳嗽、流鼻涕。小夏，我冬天最喜欢的就是下雪。我也喜欢，下雪的时候，整个世界都变得白白的，很安静，很漂亮。对呀，雪花一片一片的落下来，像棉花一样轻。对，雪花就是从天上飘下来的雪，每一小片就叫雪花。对，还有飘，它的意思是雪花在空气中轻轻地动着。飘这个动作很轻，不是掉下来的，是慢慢的、轻轻的往下动。我记得小时候下雪的时候，我们都会跑出去玩。你会堆雪人吗？当然会，每次下雪都要堆一个雪人，还有打雪仗。哈哈，打雪仗真的是冬天最快乐的活动，就是拿雪做成一个球，然后互相扔着玩。对，虽然会冷到手，可是特别开心。对，冬天堆雪人也很有趣。我们会先做一个大雪球当身体，再做一个小一点的当头，然后插上胡萝卜当鼻子。哈哈，对，还要用树枝做手，用石头做眼睛。我小时候堆的雪人都特别丑。哈哈，我的也是，不过那时候觉得很好玩。小夏，你小时候在什么地方长大？那边冬天会下雪吗？我在上海长大，其实上海的冬天不太常下雪，
下雪的时候大家都特别兴奋。我老家在东北，冬天每年都会下大雪，雪很厚，地上白茫茫的，白茫茫就是到处都是白色，看不清远的地方。对，比如说白茫茫的一片雪地，就是很多雪，一眼望过去都是白色的。是的，东北冬天特别冷，但特别有气氛，家家户户屋子里都开着暖气，很暖和。暖气真的很重要，它是可以让屋子变暖的机器。北方很多地方都有。对，在南方一般用空调或者电暖气。我小时候冬天晚上写作业的时候，手总是冷，就会拿个小热水袋捂手。热水袋也是个冬天常用的东西，就是装热水的袋子，可以放在手上或被子里，让身体变暖。对，还有电热毯也是很实用，就是放在床上的，可以通电让床变暖。哈哈，冬天有这些东西就很幸福。不过我发现下雪虽然美，但也有一点麻烦。对，比如路很滑，走路的时候要小心，不然会摔倒。对，滑就是不容易站稳，会滑动。比如地面上有水有冰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说地很滑。对，还有摔倒，就是本来站着，然后突然倒在地上。对，冬天摔倒真的很常见，特别是老人要走慢一点。安全最重要，不过下雪天也有浪漫的一面。特别是晚上下雪的时候，街灯下的雪花真的太美了。我喜欢那种安静的感觉，只有雪花飘着，声音都小了。对，那时候空气也特别干净。我们有个词叫清新，意思是空气很干净，很舒服。对，清新的感觉就是闻起来很舒服，比如早晨的空气很清新。刚才我们聊了下雪，那麦麦，你觉得冬天是什么感觉？冬天啊，我觉得就是冷，想吃东西，还特别想睡觉，哈哈。哈哈，我也是。冬天真的很容易变懒，懒的意思就是不想动，不想做事。对，比如我今天好懒，不想出门，就是懒的用法。冬天的时候，很多动物会冬眠。你知道冬眠是什么意思吗？知道，就是动物在冬天的时候会睡很久，不出来活动，比如熊、蛇，有时候青蛙也会冬眠。对，冬眠其实就是冬天的睡觉时间特别长。我们人虽然不会真的冬眠，但很多人冬天都特别想躺着，对吧？哈哈，对，特别是周末，外面冷，我就只想在家看电影，盖被子。对，这种行为我们有时候会说宅在家里。宅这个词就是一直待在家里不出门。对，我就是那种冬天宅在家的人，出门太冷了。那在家做什么最舒服？我觉得吃东西最幸福。对，冬天的时候，大家的食欲都变大了。食欲这个词是想吃东西的感觉，比如我今天没食欲，就是我不太想吃东西。对，冬天因为冷，身体需要更多能量，所以人就会更想吃。我冬天最喜欢吃火锅、汤圆、烤红薯。烤红薯，冬天街上最香的味道。哈哈，对，烤红薯也叫烤地瓜，有的地方这么说，外面脆脆的，里面软软的，甜甜的。除了吃的，冬天还有很多特别的节日气氛，比如最重要的春节。对，春节就是中国的农历新年，冬天最热闹的时候就是那几天。对，春节的时候大家会回家和家人团圆。对，比如全家团圆吃年夜饭，就是一家人一起吃饭。还有我们会贴春联、放鞭炮、包饺子。春联是写在红纸上的吉祥话，贴在门上。鞭炮是会发出声音的小烟花。饺子大家都知道，是一种包着肉或菜的中国食物。对，春节的时候空气里都是那种新年的味道。我们有一个词叫年味，就是春节的气氛。对，年味就是街上很热闹，家里很温暖，吃好吃的，贴红的东西，那种感觉。还有红灯笼、红包、拜年。
对对对，红包是长辈给晚辈的钱，放在红色的袋子里。拜年就是去别人家说新年快乐。哈哈，春节真的太有意思了。不过在春节前，其实还有一个小节日叫冬至。对，冬至的那天是白天最短的一天，晚上最长。有的地方冬至也会吃饺子。对，我们南方有些地方会吃汤圆，所以冬天真的充满了吃和节日。对，我觉得冬天虽然冷，但特别有温度。对，冷和温度听起来是反的，但心里是暖的，因为有家，有朋友，有好吃的。对，还有灯光，节日的音乐，走在街上都觉得开心。对，这种感觉我们也可以说温暖。温暖不仅可以说气温，还可以说心理。比如你的话让我觉得很温暖。我觉得冬天的温暖不只是外面暖，而是心里暖。麦麦，你有没有觉得虽然冬天很冷，但1到2月、3月，空气里就开始有一点不一样的味道？对，我懂，就是那种好像太阳变亮了，风也不再那么冷。对，那种时候我们就会说春天快到了。对呀，每年冬天到了最后，我都会特别期待春天。春天来了，就可以穿少一点的衣服，也不用每天早上和被窝打架了。对，和被窝打架就是形容起床很难。对啊，春天早上阳光很好，鸟也开始叫了，空气里都是新鲜的味道。对，我们可以学一个词，复苏，意思是原来冷，静下来的东西又开始活过来了。比如春天到了，大地复苏。复苏这个词听起来好有生命力，就是像睡了一整个冬天的地球重新醒来。对，其实冬天也是这样，虽然冷，但它让我们慢下来休息，准备新的开始。对，比如有的人冬天在家学习、计划、休息，然后春天就开始新的工作、新的目标。对，我们有一个成语叫一年之计在于春，意思是一年最重要的计划要在春天开始。哦，我听过这句话，就是说春天是新的开始，比如春天学习、努力，就能有一个好的一年。对，这句话很多中国人都会说，比如家长也会鼓励孩子说，一年之计在于春，好好学习。说到春天，我觉得冬天结束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的心情，就是轻松和希望。对，经过一个冷冷的冬天，太阳一出来，真的会让人觉得开心。有时候我会在阳台晒太阳，一边喝茶，一边听音乐。哈哈，我也是，那种感觉就是暖洋洋的，暖洋洋就是非常暖，让人舒服，比如阳光暖洋洋的照在身上。对，这个词很好听，你说的那种感觉我也很喜欢。其实我觉得冬天教会我们一个词，珍惜。对，珍惜就是好好的去爱，去重视，比如珍惜朋友，珍惜时间，珍惜家人。对，冬天的时候我们在家和家人一起吃饭、聊天、看电视，那种温暖的时间真的要珍惜。对，有时候我们太忙，只有冬天慢下来的时候，才会真的去感受这些。我觉得这也是冬天最美的地方，虽然冷，但有温度，有回忆，有故事。对，就像我们刚才聊的，冬天的雪、火锅、围巾、年味，还有心里的那份安静。哈哈，没错，冬天像一个慢慢讲故事的朋友。我觉得冬天也让人宁静，有时候一个人走在冷冷的街上，看着灯光，也会想到很多事情。我也是，其实有一点点孤单，但又觉得那是属于自己的时间。对，那种感觉就是安静的幸福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啦。希望大家都能在冬天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小幸福。对，也希望大家在新的季节开始时带着希望，带着笑容，继续加油。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